大会主席、各位来宾、各位同胞，大家好！我今天很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澳洲中医立法我们的成功经验和大家分享。我借此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当年澳洲中医发展的情形。我于1978年12月7日从越南转检印尼到了澳大利亚墨尔本。1981年在墨尔本开设了我第一间针灸诊所，当年100%吸引人，受到洋病人的欢迎，并获得好评。更分别于1983年、1985年开设了2个中医药店，命名神农中药行，内设针灸和方脉，中医博大精深，学无止境。为了提升我后来远赴南京中医药大学进修攻读，在博导金石恩师以及多名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内科博士学位。我在临床中不断探索解难，并从患者康复的喜悦中获得成就感。岁月无声，几十年过去了，现在中医立法了，中医在澳洲可以说名正言顺地称为医生了。但这一切都是来之不易，都是我们一起经过20多年的努力奋斗得来的。那是1983年，由于某些不合格针灸师出了医疗事故，因此政府提案取消中医针灸行医资格，只允许注册西医有针灸资格才可以行医。同时，联邦药管局 Therapeutic Good Bill 1989年明确指出，非注册医生不能使用有关的医疗用品和食品。言下之意，摆明是取缔了中医。消息传出之后，立刻震惊了全澳中医界，我们被剥夺了生存的空间，中医界愤怒了，全国各州中医针灸学会立时团结起来，组成同一阵线的商议如何向政府提出抗议和修改法案的意见。当时我们由悉尼澳洲中医药学会会长陈永发、前会长沈铁以及该理会理事等人去倡议，每周各派4名代表在悉尼召开紧急会议，结果成立了澳洲全国中医药针灸学会联合会。由于我一直以维州中医药学会命名，以政府沟通，因此被大家一致推举为主席，总部设在墨尔本。临危受命，我只有一条路，为争取中医界尊严和权益被破釜沉舟，奋力前行。我明知道，如果这次抗争失败，让议案通过，那么影响的深远是很严重的。我立刻放下了工作，组织人力，动员社会资源，组织材料，与各州中医学会频频商议。统一意见后，有理有据地向上议院提出上诉，已经周折，终于成功阻止了这个法案的通过。这次行动意义非凡，为今后中医界争取合法性打了基础。以上的案例激发我决心推动中医立法，以保护我中华医学的正规发展。欲求中医立法，首先应该要有正规的教育。我们曾多次游说中国中医药院校和澳洲国立大学在协办5年制的中医学会，但是都没有结果。后来获得南京中医药大学的支持，才能与王家理工大学一同设立了5年制的中医药含针灸的本科，成为西方国家第一个正规国立大学设有中医本科，为世界中医界开创了一个新的里程碑。记得当年因为毒性中药的问题，中医被诟病，我多次邀请张其文副卫生厅长亲自南下至澳洲联邦药管局，向全局药职人员讲解中医药的适当使用。
另外还记得1995年我任联邦药管局互补药物评审委员的时候，由于德国某药厂以浓缩数十倍的当归为片汁，产生极大的副作用，有人提议禁止中医使用当归。我据理力争，解释当归的用量和方法，同时求助于时任中国国家中药管理局局长的朱国本教授，收集一些有关当归的科研资料，有效地阻止了澳洲当局某委员的建议。这是我和维州州长和他们副手一直在开会后的拍的照。这是1991年我们学会成立的时候，我邀请了当时的基廷总理出席，总理派了联邦移民部部长鲍克斯参议员代表他出席，并首次说出中医是一门科学，这是振奋我们的人心。另外，吴新明部长和朱国本局长也同时来澳洲访问。这个图片是我和皇家理工大学生物科学院的副院长一起到山东访问的时候，张启文教授安排下参观了青岛人民医院与中医药大学。这是社经部长和李正基副局长来澳访问的时候，我们安排了在联邦议会里面与联邦卫生部副部长Templin 先生开了一个中医的会议，讨论有关中医药在澳洲的问题。中医立法之前的状况，当年中医针灸因为美国总统尼克森的访华，引起了一片针灸热潮，针灸诊所学院应运而生，但政府并不承认中医为医学。当时的澳洲无论有没有资格，只要敢开业，注册一个商号便可以开业了。因此，许多人到了中国学了3个月就回来开设诊所，有人更开设学院、针灸等图例。因此，澳洲中医学院某中医学院垂势可见。这种学店类的模式是维州就已经有10家之多。当时澳洲法律只当中医为一种商业行为而已，就算是皮相，也可以立刻成为某中医学院的院长了。政府一概不管，更无论立法管理了。中医针灸资格良莠不齐，有受过10多20年苦学的博士，也有3个月修读的人士。这一现象也导致了1983年、1989年。联邦以及维州政府试图引用法案禁止中医行医。回顾中医立法历史，先看中医郑慧昭与和本人在这方面的心路历程吧。要推动政府认可中医立法保护是一件非常漫长的任务。我当年立下了2个5年计划。我认为首先必须要建立中医的学术地位，不能继续办中医学店之类的学院，必须正规大学兴办中医本科，才能与西医有着对等学术的地位，使某些反对中医的西医人士再难以口实来批评中医无学历。1989年，联邦药管局的草案中，将中医药和针灸局限于注册中医师方能使用。我当时时任维州中医学院的秘书，由于我多次与政府联系沟通，终于阻止了法案的通过。1991年3月10日，我们各州派4名代表齐悉悉尼召开全国会议，最后一致统一了各州学会成立澳洲全国中医药针灸学会联合会，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学会。我当时被选为全国会长，要与政府做游说和争取中药入口和立法方面的连贯性。历届选举时都推卸不了责任，一直现任会长到1990年
阻止了草案的通过后，我们游说澳洲联邦药管局执行局局长 David Graham 先生博士一同前往北京参加世界传统医学大会，参观了中国中医药研究院，同时往山东访问山东中医药大学。蒙山东卫生厅副厅长张其文教授的安排下，拜会了山东常务副省长宋法堂先生。在青岛人民医院，让 David Graham 博士亲自以一名正在做针灸麻醉的病人手术中病人清醒的和局长谈话，因此 David Graham 局长对中医有了一个180度的改变，从此以后非常支持中医。故此，我在皇家理工大学担任中医发展委员会主席的时候，他也很高兴地接受我的邀请，成为我们发展委员会的委员之一。1991年，我们成立澳洲全国中医药针灸学会联合会的时候，我发表了中医的发展的方向。我认为，在政府国立大学办中医课学科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这是立法中医保护患者的安全。当年刚好南京中医学院副院长陈德华先生访澳洲，他对我前瞻性的想法很有支持力度，因此在南京全力支持我发展正规中医药大学的课程。其实当年如果我办的是私人正规中医学院，应该是一个赚钱的机会，但是考虑要将中医带入国立大学，我并没有这样做，反而花了许多金钱和时间去游说去办中医纳入公立的高等教育。虽然金钱上有很大的损失，但是如今回想过去，还是应该是值得的。1992年5月，我很幸运的得到好朋友联邦立法会主席参议员班尼昆里先生以及他的夫人莉莲昆里的支持和推荐，在皇家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与 Professor Dale Wilmore 讨论，我们要求该院校开设中医本科。然后我们1992年8月责成了我为阿麦迪大学与那个自然科学院的副院长 Andy Klein 联袂前往北京和南京作为两国中医高等教育合作的访问。其后撰写的报告获得阿麦迪大学通过了我们设立5年制的本科含针灸的双学位课程，还有硕士课程，以及提供西医基础进修的3年中医针灸课程。而本人已同时我委任皇家理工大学为西医针灸课程。经过10多年的按部就班的艰苦努力，不断游说卫生部、联邦州和议会和联邦议会，促进政府对中医的正面认识，沟通中澳两国有关的部门，在中科大学设立中医系，以此为说服政府立法保护中医的法律地位。因此，世界第一部中医含针灸的法于2005年5月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正式诞生了。它的诞生引起了世界的轰动，因为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中医第一次正式跨入了西方主流社会。中医师的抬头也受到宪法保护，取得合法医生的资格，与西医有着相同的法律地位。我当年采用了中国中医本科教育大纲为样本，着人编写了中生英语，终于促成了皇家理工大学1993年2月3日正式成立中医发展委。同时，我们的当年的委员，我邀请了联邦药管局 David Graham 局长、原维州卫生厅书记 Hamish Russell、皇家理工大学生化医学院副院长
Andy Klein 等等参加了委员会。我有幸成为当委员会的。1994年3月8日，皇家理工大学正式宣布中医管理局管理委员会成立，我委任为主席。委员会成员有 RMIT 皇家理工大学卫生科学院副院长 Andy Klein 教授、Dr. Hamish Russell、陈秉忠硕士、南京中央大学尚平校长以及外事处杨功福教授等。同时，我们由副院长 Andy Klein、Robert Ingrid 和本人成立选择委员会，我也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当时我们挑选了陈秉忠为首届中医部主任，后来陈秉忠主任因事离任，实为空缺数月而成立人才。当年舍长利、李强中医师学曾分别在我诊所工作，我发现他们中医基础非常的扎实，尤其是舍长利博士医生，工作出色，有较强的组织能力，而且热爱中医事业。因此，我1994年10月推荐他俩担任皇家理工大学中医教学工作。我向 Andy Klein 副院长说，并推荐薛长利为最佳人选。目前只能让他大学做班职工作，直到我诊所有了新的医生代表他。后来，薛长利的医生一直在这方面工作得很努力，在他艰苦耕耘下，中医部已经发展到今天有很大的成绩。同时，他今天也被委任了为澳洲国家中医局主任，可谓众望所归了。RMIT 大学签约的，这是我们和南京中央大学、RMIT 两家大学签约的合作协议，这是我为协议作为见证。目前中医本科教育已经好像没有了中医的特色。中医医学本来是可以配合的，但不可能结合成一体，就好像男女一样，可以分配为夫妻，却不能混成一体。本来中医参考现代健康科技以及西医诊断学的客观条件去诊治疾病是一件美事，但许多中医却有过分的迷信西方的医学，变成不会有效承继传统的中医理论，难于开方，也不会念贪图科学，对中医药方面反而缺少了信心，动不动以西药治疗，长期下去，中医可能成沦为西医的一部分了。我认为应该恢复重视中医4大经典的学习，应该采用既为中用来继承和发展中医科学，使中医与西医相辅相成，充分补充了现代医学的不足，造福人类的